晚上好，欢迎你来到这一段安静的历史时光。今晚我们一起走进维京人的另一面，不是海上的劫掠，也不是远方的荒岛，而是他们在人群里，在城里，在大厅里，是怎样和人来往，怎样过日子的。我们会一起走进维京时代的几座贸易城，会在那里看见外国商人，看见闪着光的银币，看见被切碎的钱币，看见新到的珠子。我们也会一起站在露天的法律集会上，听他们用声音处理纠纷。我们还会坐进一座大厅，看一位酋长怎样用一杯酒、一份礼物、一句话，把人和人绑在一起。维京人很懂得被看见，他们的衣着，他们的配饰，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谈吐，都是一种公开的语言。裁背胸针，一只银九角，一笔毛，都不只是物品，而是身份。如果你愿意，可以轻轻点一下订阅，让更多入睡的朋友也能找到这里。而此刻，你不必再做任何事，只让肩膀慢慢松下来，让呼吸渐渐变缓，让今天的重量从你身上一点一点地落下。我们一起慢慢走进这个故事。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从一座很热闹的城开始。兔德比位于今天德国北部，是维京时代最重要的贸易城之一。它的位置很特别，正好处在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关键通道上，各种货物从不同方向汇聚到这里。跟着货物一起来的还有讲着各种语言的人。走进它的街道和作坊，能看见工匠在处理骨头、处理金属、处理琥珀、处理玻璃、处理皮革、处理木头。商人在称量银子、谈价钱、存放货物、留意来往的船。这座城市有防御工事，有住房，有码头，有一套被贸易塑造出来的节奏。它不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庄，它是一处拥挤的接触点。本地的产品在这里遇见远方的需求。这座城提醒我们，维京社会不只是因为船而流动，它也因为市场而相连。在这种地方，整个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带到了北方的岸上。接下来这件事，关于另一座维京时代的贸易重地比尔卡，位于今天瑞典中部的一座湖中小岛上，是当时北方的一个重要交换中心。它的位置把内陆的资源与向外延伸到波罗的海以及更远的河流网络连了起来。大神们带着货物在这里汇合，北方的毛皮和铁器，南方和东方的珠子、银，各种奢侈品都在这里相遇。考古中能看到手工艺品的痕迹，富丽的墓葬，远方运来的材料，还有一个被贸易塑造出来的社群。比尔卡也是受过组织和保护的，这说明贸易不只需要机会，也需要权威。商人不是随便背着袋子四处游荡的，他们需要安全的港口，需要可信的度量，也需要一个让陌生人可以在已知规则下见面的地方。比尔卡帮我们把维京时代想象成一张网，一张由湖船道路、双手和谈判共同编织而成的网。下面这件事，关于一座在英格兰北部生长出来的维京城市大卫克，位于今天英格兰北部的约克。当年维京人控制了这座城之后，它发展成了维京世界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所在的地方本来就被罗马的城墙、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权力、地方贸易所塑造过。维京人来了以后，这里又增加了新的活力、新的工艺、新的连接。后来的考古发现，挖出了街道，挖出了作坊，挖出了工具、鞋子、纺织品、木器、赌器，还有被师徒保存下来的种种日常痕迹。这些发现还原出一座拥挤而忙碌的城市，人们在这里做梳子、修皮革、做买卖、做饭，住得很近，气味和声音都靠在一起。约维克不是一处临时营地，它是一个有工匠、有商人、有家庭、有政治分量的城市社会。它把北海世界和英格兰内陆连了起来。
让不同文化在这里相遇，互相改变。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座今天我们都熟悉的城市的远古样子。我们今天知道的都柏林，最早是一个维京人在沿海港湾与河流口建立的据点，它的位置便于行动，便于贸易，便于控制。随着时间过去，都柏林发展成了一处重要的枢纽，把爱尔兰与爱尔兰海、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更远的贸易网络连在一起。这里的维京人不只是过路的劫掠者，他们盖房子、组建家庭、争取势力，参与当地的政治。这座城市以贸易闻名，包括货物的贸易，也包括被掳走的人的贸易，这是它历史中沉重的一面。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地方。维京人与盖尔人通过冲突、通婚、结盟、交换，在这里互相塑造。它的故事透露出维京时代里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冲突可能打开了门，但是贸易让这扇门一直开着。下一件事，关于维京人船里到底装着什么？那些在贸易网络中往来流动的货物，本身就在讲一个混合了美与艰苦的故事。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颜色像被封住的阳光，可以做成首饰。北方森林里的毛皮能给寒冷地区和富贵宫廷带来温暖和地位。从北极水域来的海象牙可以雕成精致的物件，做成游戏棋子。这些材料把遥远的风景与欧洲及更远地方的高端市场连了起来。但是同样的贸易路线也运送着人，有的是被俘虏的，有的是被买卖的，有的是被强迫劳动的。这一点不能被柔化处理。维京商业里既有手工艺的美，也有这种深深的不幸。一艘船的货物可能在同一次航行中，既带着惊艳的工艺品，也带着人类不该承受的境遇。接下来这件事是对上一件的进一步说明。被奴役的人是维京社会与商业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那个年代的许多地方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强迫劳役，维京社会也不例外。再有的人是被掳走的，有的人是在不自由的身份中出生的，有的人是被沿着贸易路线辗转转移的。他们在大屋里劳作，在农场里劳作，在作坊里劳作。他们留下的痕迹常常很少出现在文字记载里。他们的劳作支撑了自由人家庭的日常，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往往没有被留下来。这种沉默是研究这段历史最难的部分之一。当我们想象一座长屋、一座农场、一处忙碌的市集的时候，可以记得，并不是那里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选择、同样的安全。正时代既有光彩，也有它沉默的另一面。下面这件事，关于声音，在维京世界里，法律主要不是写在书上的，而是说出来的。那个时代，法律更多的活在声音里，活在记忆里，活在公开聚会里。穷社群会举行集会，让自由身份的人聚到一起，听案子，处理纠纷，确认协议，宣布判决。这些活动通常在户外，在被认作传统的场所举行。法律的口头性让记忆变得格外重要。懂法律的人必须把习俗程序、固定的话术都记得清楚，能附送，能套用。公开听审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正义在那个时候很依赖见证人和名声。错判决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有人亲眼看见他怎样被做出，亲耳听见他怎样被宣告。集会本身也是社交和政治这样的法律，与今天封闭的法庭很不一样。它属于露天，属于聚集的人群，属于一个集体对秩序的共同记忆。接下来这件事是对上一件的进一步展开。在维京社会，公共集会的名字叫 thing。 这个词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在维京人的世界里，它指的是公共生活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thing 是一种集会，法律、政治、社群在那里相遇。到 thing 来处理土地的纠纷，处理继承的纠纷，处理伤害的纠纷，处理侮辱的纠纷，处理债务的事，
处理婚姻的事，处理杀人的事。他们也来到 Sing 缔结同盟，支持领袖，见证协议，听公开消息。聚会不总是平静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可能带着追随者赶来加重自己的分量。自弱的一方可能要靠口才，要靠法律知识，要靠德高望重的支持者。但是 Sing 给暴力提供了一种替代，他给赔偿、和解、承认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仇怨不再吞噬整个家族。它的意义就藏在这种平衡里。下面这件事是关于一种特别的惩罚，被宣告为不法之徒，等于失去保护，等于失去社群。在那个安全靠亲缘、靠社会认可来维持的世界里，放逐是非常可怕的。处罚一个人，一旦被宣告在法律之外，原本受到限制的敌人就不再被阻止伤害他，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他的支持者会散去，平日里熟悉的人际关系也变得危险。这种惩罚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社群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可选的。人们需要网络来获得食物，获得住所，获得工作，获得远行的机会。在艰苦的季节里，人们要相互扶持，被切断这些联系就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死亡。冰岛的萨加里写过这种情景，那些被推到偏僻地景中，活在饥饿与危险边缘的人，放逐告诉我们，维京法律不用监狱就能惩罚，他用排除作为武器。在一个艰苦的世界里，排除有时候足以致命。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慢慢释怀的方式，世仇可以蔓延好几代人，除非有赔偿来恢复脆弱的和平。当荣誉、大情、亲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暴力的回响可能远远超过一次事件。一次杀人可能要求复仇，因为死者的家族无法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但是复仇会带来下一次复仇，整整几个家族会被卷进一轮又一轮的回境里。赔偿提供了一个出口，为受伤或者死亡支付的赔款，并不意味着悲痛变得简单，也不意味着愤怒就消失了。它提供了一种被双方认可的解决方式，让双方都能体面地后退一步。赔偿的金额会受身份、情况、谈判结果的影响。公开的协议非常重要，因为和平需要被见证。大世仇的存在让我们看到维京社会内部的张力。人们看重勇气和忠诚，但也明白没完没了的流血会毁掉农场，会毁掉家庭，会毁掉未来。最了不起的成就并不总是反击成功，到时候是找到一个足以支撑下来的和解。下面这件事关于一种无形却又非常实在的东西，在维京的法律、诗歌与日常生活里，荣誉都极其重要。对维京人来说，名声不是藏在心里的私人感受，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决定别人怎样对待你，决定别人是否信任你，决定别人是否畏惧你，决定别人是否愿意跟随你。当个人的荣誉可以通过慷慨、勇敢、记忆、忠诚、诚实以及保护家族利益的能力来积累，它也可以因为怯懦、侮辱、背叛或者面对严重伤害不予回应而受损。在法律里，它很重要，因为作证、支持、和解都要看你在社群中的地位。在诗歌里，它也很重要，因为赞美可以让一个名字流传下去，而嘲笑可能让他受伤。在宴会上，在婚姻里，在交易中，甚至在普通的日常对话里，它都在场。荣誉帮助一个动荡的世界保持秩序，但它也可能把人推向危险。把生活过好，不只是活下去，而是被人看见自己有尊严地活下去。接下来这件事，关于礼物赠礼会在领主和追随者之间形成义务的网络。在维京的世界里，礼物很少，只是单纯的惊喜。它常常会建立一种带着期待的关系，让双方都要回应。就为领袖送出戒指、武器、食物、衣物、珍宝，是在展现他的慷慨与力量。
接受的人得到了财富，但也得到了一份忠诚，一份感激。不愿意送礼的领袖，看上去会虚弱，会贪心，但是接受礼物的人也会被放进一张义务的网里。物品本身重要，但是公开赠送的那一刻同样重要。见证的人会看到谁受到偏爱，谁亏欠忠诚，谁有资源去奖赏他人。这一套体系把财富变成了政治能量，藏在柜子里的银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到放进别人手里的银就变成了归属感。下面这件事是关于权力如何被维持的酋长，靠喂养战士，靠分发宝物来获得权力。领导力不只是靠出身，但酋长必须吸引到追随者，而追随者需要看得见的慷慨。战士和随从期待款待，期待奖赏，期待保护，期待获利的机会。一座大厅里面有食物，有酒，就代表这位领袖有能力召集资源，有能力把资源分配下去。次远征成功之后被分享的财宝，把胜利变成了忠诚。这就是为什么藏宝、戒指、精美的武器、丰盛的宴席在那时候那么重要。它们不是装饰性的额外品，它们是权力的工具。就把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的领袖，会失去追随者。一个送得太多却没有再获得的领袖，也会削弱自己的位置。一位英雄式的酋长背后是一套非常具体的管理工作，他需要农场，需要船，需要盟友，需要储备，需要技工，还需要运气。权力不是固定的，它需要被喂养，被展示，被一次次更新。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被低估的政治场合，宴饮既是庆祝，也是政治。一场宴会从外面看上去像是单纯的快乐，但是它经常承载着重要的意义。座位显示等级，上菜显示财富，敬酒、讲话、礼物、承诺都可以塑造盟约。客人会观察主人能拿出多少食物和酒，因为丰盛意味着能力与影响。在一个没有即时通信的世界里，这种聚会是搜集消息、缓解紧张、安排婚事、奖励忠诚、试探人心的机会。大厅本身就是政治舞台，谁坐得离主人最近，谁拿到最好的一份食物，谁被忽略，这些细节都会被人记住。当然，宴会也是温暖，是音乐，是笑声，是从劳作中喘息出来的时刻。正是这种气氛让它变得有力，它把愉悦和义务自然地编在一起，让人可以一边庆祝一边谈士气。在维京的生活里，款待不是软的，它是被火光端上来的策略。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特别的容器，在维京的仪式里，饮酒角承载的不只是麦酒，在很多场合里，共饮可以带着宗教、法律和社会的意义。角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可能是在向神祇、祖先、领袖或者逝者致敬。在酒上说出的话可以变成有分量的承诺，特别是当有见证人在场的时候。倒饮酒角本身可以被装饰、被珍视，它出现在那些社群认同被加强的时刻。喝酒并不只是填补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隙，它在创造事件，在季节性聚会或者重要宴席上，一只脚可以像一条线一样在屋子里穿过，把人和人串在一起。这每一个喝下去的人都进入了这一刻共同分享的状态。液体可以是平常的，但那一举一动可以带着记忆与期待。这只脚里装的不只是酒，它装的是公开的话语、共同的信念，还有那种在这一刻一起属于同一处的脆弱力量。下面这件事关于被看见的方式，维京人的衣着色彩丰富，分层装饰精致，那种灰褐色粗布的印象遗漏了很大一部分真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维京人衣物可以鲜明，可以有质感，可以非常表达。人们按照天气，按照劳动，
按照出行到地位来分层穿着。亚麻的内衣可能贴身穿在里面，外面是羊毛的外衣、裙子、披风、风帽、绑腿。颜色来自植物第一、矿物，再加上熟练的染制，蓝色、红色、黄色、绿色以及其他色调都是可能的。有些颜色更难得、更昂贵。装饰方法包括用织带、刺绣、毛皮镶边、串珠、胸针、金属饰件器。衣服会宣告性别，会宣告财富，会宣告地区，会宣告角色，会宣告品味。它同时也必须实用，必须保暖，必须方便活动，必须能承受日复一日的使用。在那个社会里，身体不只是为天气而穿衣的，更是为意义而穿衣的。接下来这件事，关于衣服上的小机关，胸针既固定衣服，也公开展示财富。在围巾的服饰里，扣件常常既实用又有表达力。卵圆形的胸针可以在肩膀处固定女性的外衣，其他款式可以扣住披风，可以装饰整身衣着。这些胸针可以用青铜、氮气或者镀金的金属制成，有些上面有非常精巧的纹样，会在光下闪，因为它们公开地戴在外面，它们把财富变成了日常可见的东西。一对精美的胸针做的不只是把衣服扣住，它们透露出主人有能力接触到这些材料、这些工艺、这种风格。它们还可以挂上一串珠子、一些小工具、一串钥匙或者各种随身的小物件，这让人身的前面变成了一种展示空间。功能与身份在这里重叠，把衣服扣起来，也就是把自己扣进了一个由身份、性别记忆组成的社会世界。下面这件事，关于一颗很小的物件，一颗小小的玻璃珠，背后能藏一个出人意料的大的故事。许多在斯堪的纳维亚遗址中发现的玻璃珠制作工艺连着更广的欧洲与东方网络，一些珠子是从外面进口的，另一些则是在更靠近本地的地方制作的，但所用的技术和材料也来自远距离的交流。它们的颜色可以非常丰富，可以是深蓝，可以是黄色，可以是绿色，可以是黑色，可以是白色，可以是红色。戴在身上就是把贸易、旅行、品味的证据紧贴着身体。携带一条项链，里头的珠子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头，是通过购买、馈赠、继承或者一段时间的交换，一点点凑齐的。凑一颗珠子虽然很小，但它们合在一起是一种可见的连接生命。它们提醒我们，维京时代的美不是孤立产生的，它建立在跨越大海、河流、城镇与文化边界的路线上。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件最常见的随身物品。在维京时代遗址中，梳子是被找到最频繁的个人物品之一。许多梳子是用鹿角或骨头做成的，经过仔细的打磨、铆接、雕饰，它们出土的数量本身就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日常仪容很重要。头发和胡须的护理在那时是有意义的。梳头不是只属于上层的奢侈，它是社交生活，是清洁，是舒适，是身份的一部分。一把梳子可以把头发理顺，可以处理虱子，可以让一个人的外表符合家中市场、宴席、远行所要求的样子。有些梳子被装在专门的盒子里，可以保护齿间，也方便随身携带。做工可以非常考究。一把梳子是一种亲密的考古证物，它曾经被一只手握住，被穿过头发，属于那种让人在出门面对世界之前，先把自己整理好的小小例行公事。接下来这件事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外来记载。一些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旅人曾经描述过北方的商人，那些文字里有好奇，有评判，也有惊讶。其中有一位著名的观察者对某些习惯提出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他所遇到的那些人有规律的清洗习惯，这些细节并不总是好听的，
他们也带着观察者本人的标准，但是他们补充了一种更平衡的画面。考古的发现也支持这种平衡，比如梳子、镊子、挖耳勺、洗具一类的物件。个人护理是日常的一部分，哪怕它和现代人的期待不一样。那些住在烟雾房子里，与牲口一起工作，在咸涩海风中航行的人，是有非常实际的理由去尽力洗涤和打理自己的清洁，也带着社会价值。一个看上去整洁的人，在贸易、在求偶、在宴会、在公开声誉里都更占便宜。真实的情况既不像最干净的版本那样无可挑剔，也不像那种维京人脏乱差的老套印象那么粗糙。它是人的，是实际的。下面这件事关于一种特殊的石头。造石是一种非常出色的烹饪和储存材料，它耐热，能被雕刻成各种好用的形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些地方，特别是挪威，造石被人们从山里采出来，雕成锅，雕成碗，雕成灯，雕成别的容器。同易碎的陶器相比，造石在炉火边能扛得住反复使用，它的分量并不轻，所以搬动起来不方便。但是成型之后的造石器仍然会通过贸易流通，这一点说明它被看得很重，重到值得专门运输。造石锅连接着地质、烹饪、工艺与商业。先得有人把石头从沙里采下来，然后要有人用技巧把它雕出来，让它能装液体，能挨近火，能承受反复加热。之后它可能被带到一个本地不出产造石的村庄。它提醒我们，维京时代的贸易不只是闪闪发亮的奢侈品，它也包括沉重但有用的东西，那些让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更踏实一点的东西。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件非常常见的工具，一把小刀，可能是许多成年人都随身携带的物件。一柄简单的刀能切食物，能修木头，能修皮革，能处理绳子，能清理鱼，能修工具。许多成年人很可能都把一柄好用的刀带在身边，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每一把刀都是戏剧意义上的武器，大多数首先是工具，普通而必要。就像今天乡间一个人随身带着的小折刀，它可能从腰带上挂着，也可能放在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方，准备好应付随时出现的小活计。它的价值在于随时一根突然崩断的带子，一团乱了的绳子，一顿要切的饭，一件手工活，一项农场上突然出现的小事，都可能要用到同一把简单的刀刃。在那个许多东西要靠手做、靠手修的世界里，切是一项基础技术。一把刀让一个人对材料拥有掌控力。下面这件事关于一种著名的工具，它后来也变成了著名的武器。先是工具，后来才成为武器。斧在维京的生活里非常重要，因为木头几乎布满整个被建造出来的世界，房子、船、车、栅栏、碗、把手、箱子、燃料，都依赖于砍木和加工木材的劳动。在斧出现在战场上之前很久，它已经在劳动中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不同形状的斧适合不同的用途，有的适合劈柴，有的适合精细一点的加工，有的则被改造来作战。这种实用性的起源让它作为武器更显得有意思。它在手里很熟悉，价格比剑便宜得多，并且深深地连着日常生存的记忆。同一种基本技术，既能盖起一座大厅，能塑出一艘船，也可以决定一场打斗。在维京的生活里，实用与防身之间的距离往往很近。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轻巧、实用，常常被涂上鲜艳颜色的防具。维京的盾不是一面沉重的金属墙，它通常是一面圆形的木质防具，被造得方便活动，便于操控。木板可以做得足够薄，让盾在手里好用。正中是一块铁质的盾芯，用来保护握住盾的那只手。这种结构让它不只是挡格，也能推，也能撞，
也能调整角度，能在近距离冲突中创造空间。涂在盾上的颜色可能起到密封木头的作用，但是颜色同时也让盾变成了一种公开的视觉信号。涂着颜色的盾绝对不会显得单调或者统一，它可能是一种由颜色、身份、震慑组成的移动图案。盾本身被设计成会受损的东西，它可能被劈裂，可能崩边，可能在艰苦使用之后被替换，这本来就是它的功能。它不只是防御，它是时机、勇气与生存的工具，被夹在身体与外面的混乱之间。下面这件事是关于一个被现代想象误读了的物件。全围巾头盔几乎都没有牛角，所谓的角主要属于后来的浪漫想象。那个时代真正的头盔是务实的防具，它要保护头部，但不能加上多余的重量，也不能加上奇怪的凸起。牛角在战斗里其实是个非常糟糕的设计，它会勾住武器，会刮到树枝，会卡住盾边，会被船上的绳索缠住，它还会让佩戴者更容易被抓住，让佩戴者在拥挤的人群中更难安全移动。戴牛角头盔的形象是通过后世的艺术、戏剧以及对北方过去的浪漫想象逐渐形成的。这种想象太有力，以至于很多人一提到维京人，第一个画面就是牛角。真正的头盔反而更有意思，它告诉我们那个社会理解什么叫功能。维京战士不需要靠牛角让自己显得可怕，他们的名声来自机动性，来自纪律，来自突袭，来自记忆，头是来自后来加上去的那种装饰。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昂贵的防具，锁子甲是昂贵的，可能只属于更富有的战士。一件锁子甲代表着大量的材料和劳作，它由许多小铁环连起来做成，这意味着先要采矿，要炼铁，要把铁环一个一个拉出来，或者打成形，再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扣在一起。成品可以让身体抵挡切割和擦碰的伤害，同时仍然允许活动，但是它不是每个战士都能轻松拥有的东西。许多参与远征或者战斗的人更可能依赖盾，依赖厚重的衣物，有的话再加上头盔，加上他们各自能负担起的武器。锁子甲属于那些有地位、有财富、能接触到强力赞助者的人，它可以被继承，可以作为礼物送出，可以被修补，可以被珍视很多年。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人在战斗里会显得不一样，他不只是带着防具，他身上还带着可见的证据，证明他的背后有相当的资源在支撑。防具从来不只是装备，它是可以穿在身上的。社会等级。接下来这件事关于一种被电影低估了的武器。大多数维京战士使用的武器是矛，而不是剑。矛是维京时代普及的武器，因为它有效灵活，价格比一把好剑要便宜得多。它需要的金属比剑少，但是给使用者带来了距离和打击力。矛可以刺，可以投，可以从盾后面威胁敌人，可以把对方挡在远处。它既适合陆地上的战斗，也适合各种财富层级的人使用。有的矛尖很朴素，很实用，有的则被打造得非常美，带着装饰，做工讲究。这件武器还带着象征意义，在诺斯传统里，奥丁与矛紧紧联系在一起，这让矛在普通用途之外多出来一层含义。在战场上，一排矛尖会显得让人非常不敢靠近，在面对单一对手的时候，距离可能在剑还没来得及挨近之前就决定了胜负。现代的想象偏爱剑，因为剑感觉英雄，感觉个人化。但是维京时代知道一件更简单的事，矛致命，可靠，无处不在。我们今晚的旅程到这里慢慢接近尾声，我们一起走过了几座维京时代的贸易城，看到了那里有来自远方的珠子，有被切碎的银，有走着各种语言的人。我们也听过了一场露天的法律集会，
听过了那种用声音处理事情的方式，我们坐进过一座大厅，看一杯酒，金塔礼物一句话，怎样把人和人绑在一起。我们看过了维京人穿在身上的颜色，戴在肩上的胸针，挂在腰间的小刀。我们也看过了那些他们手里更重的器物，一把斧，一面盾，一柄矛。磁带让那些画面慢慢揉下来，让那些大厅里的火光慢慢变低，让那些声音变得温暖而遥远，像是一场聚会正在慢慢散去。你已经不需要再跟着任何东西走了。到肩膀松下来，让呼吸再慢一些，让今天的重量一点一点地落到身体之外。如果你已经走在入睡的路上，请安心地走过去。如果你还醒着，就让屏幕上的下一段安静、温柔地把你送到那里。晚安，愿夜里平静。